多的哈。这个景区呢是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而今天呢我们就在四川的乐山大佛景区呢给大家带来一场线上的云旅游直播。今天你们跟着我一起啊，身未动心已远，我们一起来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首先我要介绍一下这个乐山大佛景区的这个地理位置。这个景区呢是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南方，距离省会成都呢有160公里的样子。如果你们以后来参观游览的时候，您是自由行的，没有跟团游，那么从成都开车过来的话，不到2个小时呢就能到这儿了。每天呢，从成都开往乐山市的高铁呀、动车呀，每天都有好几十趟呢。基本上呢，每间隔半小时就有一趟动车从成都开往乐山市。如果是坐动车过来的话，50几分钟，不到1个小时呢就能到这儿了。所以交通呢是相当便利的。这个乐山大佛景区呢是国家的5A 级旅游景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还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一个景区。而这个景区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哈，整个的一座山它就是个景区。所以你们看到镜头里边有这么多的游客和我一起呢，其实现在已经是站在一座山的山顶了。1000多年以来呢，曾经有无数的人是来过这座山上的，比如说诗圣杜甫来过，唐朝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来过。大文豪苏东坡，他就是我们四川眉山人，他的老家眉山离我们这儿特别近，只有60几公里。所以苏东坡在年轻的时候呢，经常和他的3、5知己一起来到这座山上，把酒言欢，登高赋诗。1000多年以来呢，这么多人来到这座山上，就是冲着他而来的。你们看前方，一尊巨大雕像的头部已经出现了。这些游客跟他比起来，是不是显得特别的渺小？这个可是世界之最乐山大佛，世界上最大最高的一尊啊！大家看啊，这是它一个巨大的脑壳啊，我们四川人叫脑壳。这些游客跟他比起来显得很渺小哈。这里呢是观景平台，是这个景区游客们最聚集的地方，游客就聚集在这儿来看它。这个观景平台呢分成了左右两边，我们现在呢是在右边的观景平台。眼前这尊雕像呢，就是世界上最大最高的一尊唐朝的摩崖石刻造像乐山大佛。整尊雕像呢通高71米，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建筑24层楼的一个高度。它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初年。也就是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第2年，公元的713年正式动工修建。那从公元的713年到今年的2026年，这尊雕像已经1313岁了。这是一尊1000年的雕像。而在这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当中，这尊雕像呢，它也有过一个很大的变化。首先呢，从镜头里边我们看到，对吧？它是个大花脸，脸上是有黑斑的。昨天晚上是下了雨的，它的鼻头也是黑乎乎的哈。另外呢，这尊雕像身上它呈现的颜色也是暗黑色的，因为这尊雕像呢在历史上曾经遭遇过2次巨大的人为破坏。另外，在我们乐山本地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说在唐朝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住在一个楼阁里边的，这个楼阁还把它从头到脚给笼罩在里边，为它遮风挡雨。但是现在随着镜头的移动，你们看这个楼阁已经荡然无存了。它在历史上到底真实的存在过没有呢？如果这个楼阁在历史上真实的存在过，那它又消失于什么时候呢？另外呢，请大家看，今天因为天气非常的好，远方的这一座山，你们有没有看到这座山？这座山就是峨眉山啊，我们四川的峨眉山。今天真的是天气太好了，能见度非常的好，这峨眉山清晰可见。而峨眉山和乐山大佛呢是遥相对望的。在这1000多年的沧海桑田当中，这尊雕像的身上它也被赋予了很多民间的故事。而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边，这些故事我们都将会一一的来告诉大家。那接下来呢，你们要跟着我一起从它的后脑勺这个地方几步路呢，走到对面的观景平台。到了对面观景平台的时候呢，正式开始我们故事的讲解。请你们心别慌，手别抖，跟着我就往对面走了。如果你们现在正好双手有空的话，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帮我点点赞。你们所摇不摇的？感谢大家哈，帮我点点赞吧，感谢你们。走，从他的后脑勺过去的时候，近距离的去看一下他的这个发型。他这个发型还是蛮有特色的哈，一圈一圈像螺丝一样的，这个叫罗髻，也可以叫发髻。北方人呢把这个叫后脑勺，我们四川人是这样子说的。这是乐山大佛的脑壳，
它的脑壳上面一圈一圈像螺丝一样的发髻，现在是1000多个，在唐朝的时候呢是900多个。那么看着这个发髻的质地跟我们周围山体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铸就这个发髻的呢？难道说当年把雕凿好的发髻就一个一个的粘于他头部表面吗？其实并不是，古人铸就这个发髻还用了一个工艺的，这个工艺呢叫2次嵌铸法。那什么又叫2次嵌铸法呢？别着急，今天我们狮子滚绣球，好戏在后头，故事将会越来越精彩哈。这里就来到了左边的观景平台了。有点喘气儿，来，大家看，这里有个亭子，亭子里面有口大钟，明朝的。待会儿如果你们在直播间听到钟声的话，就是它传出来的。哎，喵喵喵姐，上午好，早上好。这里就是左边的观景平台，比对面呢要高10米的样子。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们就在这个高度、这个角度，一边欣赏它，一边听故事了。那么大家如果是第一次来到现场的话，当您第一眼见到这尊雕像的时候，您会觉得非常的震撼，用4个字来形容，叫气势宏伟。整尊雕像的通高71米，它的头部高14米，脸宽10米，这个肩膀呢宽24米。在这个肩膀上面可以并排停2部大巴车。再看一下它的耳朵，这个耳朵高达6.2米，耳垂就接近了3米，真的不愧是世界之最乐山大佛。这很多没有来过的朋友呢，他心里有个误解的，他说这乐山大佛难道说是建在一座叫乐山的山上吗？否则它为什么叫乐山大佛呢？其实乐山在我们对面，跟我们隔江对望的对面这座美丽的小城市呢，就是四川省的乐山市。这是一座地级市，位于四川盆地的西南方，距离省会成都有160公里的样子，历史悠久，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在1994年的时候被列入了历史文化名城。从唐朝开始呢，它一直被称为叫嘉州城。到了清朝的雍正年间，地方官员根据孔子《论语》里边的一句话“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就改称为了乐山，并且呢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近现代以来呢，我们眼前这尊雕像，它就被称为叫乐山大佛。在我们乐山方圆500里之内，都找不到一座山叫乐山。乐山只是一个行政区域，只是一座城市的名称。那么既然对面这座城市叫乐山，那我们脚底下的这座山叫什么名称呢？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凌云山。有个成语叫壮志凌云，而我们现在呢就站在凌云山的山顶了。凌云山海拔并不高，只有448米，而它的垂直高度呢，我们一起往下面看。这下边有没有看到它的一只大脚板？这是它右边的一只大脚板，脚背呢宽6.8米，在这个脚背上面可以容纳100多个成年人。这下边也是个观景平台，是看乐山大佛全貌的一个观景平台。从镜头里边你们看，这座凌云山它垂直的高度都不到100米的样子，基本上呢凌云山有多高，乐山大佛就有多高。而且在古代的时候，这座凌云山它有一个别称叫九鼎山，因为它有9座山峰，而乐山大佛呢是建在凌云山的七峦峰。乐山大佛端坐三江口，脚踏三江水，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那在1300多年前，唐朝的时候，为什么在我们四川盆地的西南方要修建体量这么庞大的一尊雕像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乐山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叫三江汇流。有3条河流呢，就在我们乐山市这里交汇在一起了。而这3江交汇之处，就在乐山大佛的脚底下。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有一条河流，它是横在乐山大佛眼前的。这条河流它是岷江，山字旁一个人民的民。这条岷江的源头呢，在四川的九寨沟，它流经了整个的成都平原。可以说，没有这条岷江，就没有我们物阜民丰的天府之国。这条岷江，它被称为是我们四川的母亲河。那么直冲着我们过来的有2条河，我们就以江中心的小岛为界吧。小岛的左边，这个叫大渡河。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痕铁索寒。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泸定桥下这条河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大渡河。它的源头在青海玉树的巴颜喀拉山，千里奔腾，也流到我们乐山来了。那小岛的右边这条，它叫青衣江，青山绿水的青，衣服的衣。青衣江
大渡河和岷江三江交汇，这个地方是不是特别像一个交通要道的三岔路口呢？那么三江汇流就三江汇流好了，跟修建乐山大佛有关系吗？这关系可太大了。我们四川啊，在古代的时候，蜀道难于上青天，我们川人出川呢，主要是靠走水路的，坐船走水路出川。但是每年到了夏天，每年到了汛期的时候，这个麻烦事儿就来了。前面我不是刚刚提到了有3条河流吗？岷江、大渡河和青衣江。根据史料上的一个记载，在1000多年前唐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水文条件跟我们今天看到完全不一样。1000多年前，这里呢江水浩浩荡荡，波涛汹涌。尤其到了夏天，到了汛期的时候，这3条河流它会同时大涨，并且还在这3江交汇之处，我们乐山人民把这里称为叫三江口，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漩涡。每当船只行驶到这3江口的时候，它就会发生一些船毁人亡的人间悲剧，而这个状态呢，一直持续到了唐朝的武则天时期。我们三江沿岸的老百姓啊，可以说是苦不堪言，但是也无能为力，只能望水兴叹。在公元703年的时候呢，这座凌云山上就来了一个人，他是贵州遵义人，他带领大家用了100年的时间改变了这个状态，从而给我们留下了这尊通高71米，从唐朝到现在他就一直保持着世界之最，现在呢还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的乐山大佛。而乐山大佛呢，从公元的713年一直修到了公元的803年，修了整整90年的时间才修建完工的。那么公元803年，在唐朝的时候，这尊雕像跟我们今天看到有区别吗？我们今天所见到的这尊雕像，它身上呈现的颜色呢是暗黑色的，身上好像还有很多破损的地方，感觉它千疮百孔、满目疮痍的样子。而在这里啊，我要肯定的告诉大家，这尊雕像它在唐朝的时候，远远比我们现在看到更加的震撼。别说1000多年前的唐朝了，就连近代100多年以来，这尊雕像的容貌，它都发生过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1899年的乐山大佛清朝末期。这张照片呢，是历史上关于乐山大佛最古老的一张照片了。1899年，这是清朝末期。那么100多年前的时候呢，让我们看到这尊雕像，它的眉毛、眼皮、眼角以及它的嘴巴上面都长满了杂草啊。百合，感谢您送的粉丝灯牌，早上好。再看它的眼睛，这个眼睛是微眯成一条缝的。从整体来看的话，它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眉毛胡子一大把的一个沧桑的老人一样。1899年。而仅仅过了10几年以后呢，到了1914年，这尊雕像的容貌它又发生了一个变化。你们看，眼睛变成了2个圆窟窿，对吧？连它的鼻子也塌陷了，嘴巴从这里还长了一棵小树苗出来。这身上呢，杂草丛生，就像穿了一件厚厚草衣一样。1914年的。那这尊雕像的容貌，那啥时候跟我们今天看到就差不多了呢？1930年有一张他的照片，这张照片的角度呢，跟我们今天直播间的角度都一样。来，请大家看一下，看到吗？看到没有？连角度都一样啊！这就是1930年的乐山大佛，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这五官、这容貌跟我们今天看到就差不多了。所以在这100多年当中呢，其实连这尊雕像的容貌，它都发生过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这尊雕像在唐朝的风采是什么样的呢？资料上用8个字来形容过这尊雕像，叫丹彩以章，金宝以颜。而这8个字呢，它告诉我们，在唐朝的时候，这尊雕像浑身上下都涂满了精美的彩绘，它就是一尊彩色的雕像。而且呢，在我们乐山还有这样的一个本地的说法，说在唐朝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住在一个楼阁里边的，这个楼阁还把它从头到脚给笼罩在里边，为它遮风挡雨。但是这个楼阁今天我们看不到，别说今天的我们看不到了，就连200多年前清朝时期的人们，他们也没有看到过这个楼阁。这个楼阁在历史上它到底真实的存在过没有呢？还是说这个楼阁它只存在于我们乐山本地的民间传说呢？我带领大家在现场找一找蛛丝马迹。你们往对面山体上看，有一些孔洞，这些孔洞当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因为在这些孔洞里边是没有找到一些小雕像的，甚至还有人误以为这些孔洞它是排水孔了。后来经过仔细的对比以后，发现这些孔洞它的分布挺均匀的。首先第一，左右互相对称，
意思就是说呢，如果我现在站在对一面的观景平台，往我们这边山体上看，我们这半边山体上也有这些孔洞的，左右互相对称。另外，你们再看它的上下左右排列还挺整齐有序的。后来在这些孔洞里边还找到了一些建筑残渣，有瓦片、瓦当，还有碎木头。根据当年用同位素碳14年代检测仪检测出来，这些建筑残渣的年代正好处在公元的800到900年。而公元800到900年不就是唐朝时期吗？由此呢，人们就得出了个结论：我们看到了这些孔洞呢，很有可能是那个楼阁搭建的横梁留下来的横梁孔。另外，我们再往旁边的山体上看，你看对面山体上有个楼梯，这个楼梯它叫九曲栈道，它的历史和乐山大佛是一样的，也是1300多年了。但是2021年的时候，这个楼梯它已经永久性的关闭了，不对游客开放了。你们看，在它的这个楼梯的旁边的山体上，是不是有一道又一道斜着的痕迹呢？而这些斜着的痕迹，就是那个楼阁的屋檐留下来的痕迹。那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楼阁有横梁，应该还得有柱子，柱子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呢？你们可要仔细往下面看了。这下面有2个非常明显的圆圈，这里有2个非常明显的圆圈。而这2个凹陷下去的圆圈呢，它的学名就叫柱础，柱子的基础留下来的痕迹，要仔细看哈。那么根据这些种种的迹象，足以证明这个楼阁在历史上它是真实存在过的。后来工作人员还用电脑还原了1000多年前是如何来搭建这个楼阁的。我们来看一个还原的小动画。1000多年前的时候呢，是先把这尊雕像给雕好了，然后呢，万丈高楼平地起，这个楼阁是从它的底部这样一层一层往上搭建的，从而搭建了一个高达91米的一个13层的木质的楼阁。这个楼阁呢，被称为叫大象阁。南宋大儒范成大曾经亲眼见过这个楼阁的巍峨壮丽，在他写的一篇游记叫《吴传录》里边，他有2句话来描述过这个楼阁，叫象阁与山齐，危楼13层。这就是一个高达91米，比乐山大佛还要高20米，几乎和这座凌云山是齐平的一个13层的木质的楼阁。但是唐朝的这个大象阁，我们今天可是一点都看不到了。这个楼阁它消失于什么时候呢？它消失于南宋末年。南宋末年宋元大战，那个时候呢，天下大乱，这元朝的元猛军队是攻入过我们四川的。在公元1266年的时候，这元朝的元猛军队还攻占了我们嘉州城的外围，史称嘉定之战。而当年他们攻占嘉州城的外围，攻占的就是我现在脚底下的这座凌云山。他们想从凌云山这个地方渡河过去，去攻占对面的嘉州主城，需要大量的木材，所以他们就把目光盯上了凌云山上这座高达91米的大象阁，就把它给拆毁了。那是相当的可惜，可以说是暴殄天物了。唐朝修建的大象阁，在南宋末年被拆毁了。后来过了100多年以后呢，到了明朝，人们又给它修了一个楼阁。我们来看一下明朝的楼阁。明朝修建的这个楼阁呢，继续延续唐朝的名称，还是叫大象阁，但是规模没有唐朝的那个大，颜色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明朝修建的，但是明朝修建的这个大象阁，我们今天依然还是看不到啊。这个楼阁它又消失于什么时候呢？让我们一起把时间退回到300多年前。300多年前，明朝末期，那也是个天下大乱的时候。有一个人呢，这个人曾经5次攻入我们四川，在我们四川烧杀抢掠，搜刮民脂民膏。这个人姓张。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17年，这姓张的还攻占了我们省会成都，他建立了一个自己的政权。他在民间听到了个消息，说在成都的西南方有一座小城市叫嘉州城。嘉州城这一座山叫凌云山。凌云山虽然不高，但是在凌云山上啊，却有一尊巨大的雕像，他身上有藏宝洞，里边有金银财宝。于是当年这个姓张的呢，就带着1、2千号人，他们就从成都出发，就沿着我们眼前的这条岷江。这条岷江杀气腾腾的就来到了这座凌云山上，而这1、2千号人呢，就在这座凌云山上山下翻了个遍。别说没找到什么金银财宝，就连个铜板都没有搜刮到。因为当时我们嘉州城的老百姓听说这个姓张的要来了，全部都跑了。所以当时他恼羞成怒，一怒之下一把大火，火烧乐山大佛，烧了3天3夜。而这把烧了3天3夜的大火呢，就把明朝修建的这个大象阁给烧毁了。
这把大火不仅把这个大象阁给烧毁了，还把这尊雕像身上自从唐朝以来就有着非常精美的彩绘的颜色也给烧融化掉了。所以你们看啊，这尊雕像现在从它的肩膀一直到它的脚底，它身上呈现的颜色呢是暗黑色的，而它就这样裸露的端坐在三江口，从明朝末期一直到现在，就这样端坐了300多年。那个姓张的当年可是冲着盗宝来的，这尊雕像的身上有没有藏过金银财宝呢？其实1000多年以来，这个说法是从来都没有中断过的。有人说他这个巨大的头部里边，还有人说他的耳洞。你们看，这里有2个山洞，肩膀背后、耳朵背后这里有个山洞，他肩膀背后这里也有个山洞，甚至还有人说他的胸膛、他的脚底下都藏过金银财宝。在这1000多年当中呢，还是有很多人就来到这座山上来寻宝、来盗宝来了。那这尊雕像的身上，它到底有没有藏宝洞呢？民间说它身上还有一个密室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前面呢，我们曾经提到了唐朝、明朝历史上2次给他修了大象阁，但是自从明朝末期姓张的放了一把大火，把明朝的那个大象阁给烧毁以后，那自从明朝末期一直到现在，这个大象阁就再也没有重修过了。而在这200-300年当中呢，因为没有这个大象阁的遮盖，这尊雕像周围的山体崖壁上有很多的杂草、淤泥、枯枝败叶，就纷纷的往下掉。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就在它大脚板的这个平台下面，我们再挪过来一点哈，大家看就在这个平台下面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土。1962年之前呢，这座凌云山上当时还有村民居住呢，有那么1-2户村民啊，就因为这个平台下面积了一层厚厚的泥土，就在这下边种起了菜，种起了地。根据资料的记载，在1958年的时候，这个平台下面有接近400立方米的垃圾场。在1960年的时候，有人还在它左边的大脚板那一块还挖了一个化粪池呢，左边的大脚板。乐山大佛距今已经有1300多年历史了，在这1000多年当中，水滴都能石穿。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滔滔的三江水对这尊雕像山脚冲刷的力度是多么的大。再加上上个世纪50-60年代，有人还在它脚底下种菜种地，甚至还有人挖了一个化粪池。如果这化粪池越挖越深的话，这尊雕像的根基会不会越来越松动呢？从而造成整尊雕像的一个垮塌。所以到了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眼前的乐山大佛，它已经到了个岌岌可危的地步了。但是山穷水尽，总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这个事情就出现转机了。转机在1962年的春天，有个记者呢来到我们乐山进行采风，后来这个记者还在乐山大佛对面江中心有个小岛，就在这个小岛上面给乐山大佛拍了历史上第一张彩色的全身照片。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962年的乐山大佛，64年前的乐山大佛跟我们今天看到到底有没有区别呢？我们来看一下1962年，我把手机拿出来。看到。来，1962年的乐山大佛，64年前的时候，这尊雕像的头上、身上是长满了杂草的。然后您看它的脚底下，你们看还有民房，说明那个时候啊，还有人在它脚底下居住呢。而1962年的时候，这尊雕像身上有很多破损的地方，其中破损最厉害、最醒目的是这一块，这是他的一只右手。1962年，连他的右手都不成手型了。来看看现在他的右手呢？现在他的右手是这样轻轻的搭在膝盖上面，对吧？然后他的手指头是根根分明的。所以1962年的乐山大佛跟我们今天看到还是有很大的区别。这张照片后来一经发表以后，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在当年各方面都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面，还拨出了一部分的经费来对它进行保护和维修。那就在1962年年底的时候呢，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就来到这里来对它进行考古勘测了。当年他们来到这儿的第一件事情是腰上系了一根绳子，从上开始往下吊，给这尊雕像身上清理杂草。
当他们把杂草清理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发现这杂草下面出现了一片文字，其中最醒目的一行字是大宋景德元年重修天宁阁。这看到这一行文字，让当时的工作人员内心是充满了疑问的。难道说眼前这尊雕像它是北宋的时候修的吗？于是他们从他的脚底开始打脚手架，一直打到这个位置，开始仔细的研读这篇文字，它到底记载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原来是在他胸口的这个地方镶嵌了一块北宋的石碑。我们来看一下，这块石碑就在他正中的心口的位置，画圈的那个地方。这个石碑上面记载的是从唐朝到北宋经过200多年的风风雨雨。前面我们不是介绍了吗？唐朝给他修了一个大相阁，但是到了北宋的时候呢，这个大相阁就变得非常的破损。于是北宋的人们想对这个大相阁进行个维护和修缮，但是没有钱。他们根据唐朝的一个记载说，这尊雕像胸口的位置这里有个密室，里边藏了一笔金银财宝。于是他们就打开了这个密室，还真的动用了里边一部分的金银财宝，维护修缮了那个大相阁。重新修复好了大相阁呢，也被更名为叫天宁阁了。那么他把这个经过做个记录和说明，还刻在了这块石碑上面。那就在1962年年底，工作人员不仅找到了一块北宋的石碑，根据碑文所记载，这个密室里边应该还有剩余的金银财宝，到底还在不在呢？这个消息当时简直是引起了轰动。在打开他胸口石门的这一天，我们乐山城虽然谈不上万人空巷吧，但是至少也有很多人就来到现场，就来到这座凌云山上来围观这个密室的开掘。那这个密室呢，就在它正中的心口的位置，大家看到没有？这石碑后面覆盖的就是那个密室。这是一个长条形的密室，高3.3米，宽1米，进深是2米。工作人员当年小心翼翼地挪开这块石碑以后，里边的情景令所有在场的人都大失所望，空空如也。根本就没有什么金银财宝，在这个密室里边只找到了一堆破碎的铜片和铁片，以及一堆干枯的稻谷，而且当年还发现这个密室里边已经有很多被盗的痕迹了，说明自从北宋以来，这个密室它已经被盗过很多次了。那根据那块石碑所记载，这个密室里边应该还有剩余金银财宝，到底去哪儿了呢？这些金银财宝具体又是什么呢？历史上对此是众说纷纭。有资料呢明确的记载了，乐山大佛正式动工修建是在唐玄宗李隆基登基的第2年，也就是公元的713年。那到今年呢，他已经1313岁了。而在这1000多年当中，这尊雕像在历史上他并没有留下过一张完整的画像。我相信有人给他画过像，但是却没有一张流传至今。那在这1000多年当中，难道说这尊雕像的容貌都是这样一成不变的吗？就是我们今天所见到这样弯弯的柳叶眉，这眼睛细细长长的，鼻子嘴巴是这样的吗？我告诉大家，在这1000多年当中呢，历朝历代对它是有维修和改造的，但是因为历朝历代他们审美观念不一样，这尊雕像它在改造的时候，它被赋予的手法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唐朝，我们都知道是以丰腴为美，宋朝是清瘦优雅，到了明朝呢是含蓄内敛，而这尊雕像到了清朝末期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1899年，也就是清朝末期的乐山大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100多年前，清朝末期，这尊雕像的眉毛、眼皮、眼角以及它的嘴巴上面都是长满了杂草的，是吧？您看，当年连它的眼睛都是微眯成一条缝的。从整体来看的话，它看上去特别像一个眉毛胡子一大把的一个沧桑的老人一样。然后你再仔细看，当年他头顶的杂草已经长到半人高了，而在这半人高的杂草当中，还站了一个人呢。这人明显的穿的是一身清朝的服饰，这手上还拿了一个工具呢。那我们现在就快速的走到他的头部后面去，我们去看一下他的发型。他的发型一圈一圈的，像螺丝一样的，可以叫螺髻，也可以叫发髻。那么根据工作人员用粉笔一个一个记录统计，现在他头顶的这个发髻呢，一共是1051啊，1051。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发型，他的发髻1051个，有1000多个了。而当年这个人呢，就站在他头顶靠左一点的位置，你们看，就站在他这个位置，对吧？这个人当年手上还拿了一个工具，我们把它理解为他像理发师一样，拿着手上的工具在给他清理头顶和脸上的杂草。而当他脸上的杂草被清理干净以后，这尊雕像呢露出了他的真容。
我们来看一下，1899年这尊雕像当年脸上的杂草被清理干净以后的真容是什么样子的？眉毛非常的粗，眼睛终于给睁开了。刚才我们看到的，也许是被杂草给挡住了哈，杂草清理干净以后，连眼睛也睁开了。嘴巴是宽宽扁扁的，这是1899年。然后您看这个人穿了一身清朝的服饰，还站在他的头顶了，是吧？1899年的乐山大佛。那么关于他头顶的发髻，它的数字是1051，这个数字它到底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1000多年以来呢，其实关于这尊雕像它维修的文字记载几乎少之又少，所以在这1000多年当中，这尊雕像它也被赋予了我们乐山很多本地的民间的说法。比如说关于这个发髻的数字，在我们乐山是这样说的，说这1051个发髻啊，它代表的是当年修建乐山大佛的1051个工匠。关于这个说法呢，我认为是瞎编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我们看到的是1899年的乐山大佛，而仅仅过了10几年以后，你们看这尊雕像的容貌它发生了一个变化的。首先你要看它的发型，它的发型呢就是一个圆形的锅盖头，是吧？那看看现在它的发型呢？现在它的发型这里是有个鬓角，额头的中间这里有个三角形的美人尖，对不对？你们看。连发型都发生过变化，那他头顶发髻的数量是不是相应的也发生过变化呢？所以关于我们乐山本地的这个说法，我认为是瞎编的啊。然后呢，您再看1914年，它容貌的一个变化，眼睛变成2个圆窟窿，鼻子也塌陷了。嘴巴从这里还长了棵小树苗出来，这身上啊杂草丛生，就像穿了一件厚厚的草衣一样。但是那个时候他头顶的杂草呢已经被清理干净了，头顶上面竖了个三脚架子，耳朵旁边还立了一个梯子呢。这是1914年的啊。但是1914年这张照片上面让我们看到这尊雕像的身上它少了一样东西，它连耳朵也掉了，没有耳朵的。1962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他的耳根处，就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堆腐朽的木泥啊，这一堆腐朽的木泥正好符合南宋大儒范成大他写过一篇游记叫《无传录》，他在《无传录》里边有2句话来描述过这个耳朵，即天下雕像之大，唯有良耳以木为之。范成大这2句话告诉我们，这个耳朵从北宋一直到现在就已经是木头雕的了。所以1962年的时候呢，才会在他的耳根处找到了一堆腐朽的木泥。另外呢，当时还发现了在他的耳朵背后这里有一个山洞，肩膀背后这里也有个山洞，这2个山洞根据民间传说，说这2个山洞里边原来装的是金银财宝，于是对这2个山洞呢也进行了一个勘测，把里边堆满的乱石堆小石块进行一个清理以后，发现这2个山洞啊左右是互相贯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现在从他的左耳朵通过这个山洞可以走到对面的右耳朵去，那左右互相贯通以后，风就可以吹进去，从而可以吹走里边的潮气和湿气。当年还发现了一个现象，靠近他的头部身体这一侧显得非常的干燥，但是靠近山体这一侧却是湿漉漉的，甚至滴滴答答的还在往下滴水呢。那么通过这一次勘测呢，就打破了那个民间传说，这2个山洞其实类似于鼓风机，它起到了一个通风防潮隔湿的作用，而且它还起到了一个排水的功能，它还可以排掉凌云山的山体沁水。另外你们看，在它的耳朵背后这里有一块石板，对吧？这块石板呢，它也叫防潮板，防潮气防湿气的。那么刚才前面我们说了，它的耳朵是那个木头雕的，那这尊雕像的身上还有没有其他的部位也是木头雕的呢？你们发现没有？它的鼻子简直是分成了2截一样，对吧？这里是非常明显的分界线，有一条那个。然后呢，上半段的鼻梁是非常干燥，但是下半段的鼻梁是湿乎乎的，还有点发黑。它的鼻头为什么会分成2截呢？这其中是有原因的啊。我们往对面的观景平台走。上个世纪20年代，我们四川军阀割据，我们四川军阀混战。当时我们四川出了个军阀，姓杨。在1927年的时候呢，这个姓杨的带着他的手下人来到我们乐山城了。当时把他的手下人呢是驻扎在我们乐山大佛对面江中心有个小岛，你们看，就这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它有太阳岛。1927年，
这个姓杨的还买了一批新式的武器，有枪啊、炮啊这些。那新武器一到手就心痒痒，他想看一下这批新武器的射程到底有多远，于是就命他的手下人在对面小岛上面架上了枪和炮。没想到还真的有1-2发炮弹打中了他的脸，基本上打中的是他的右半边脸。所以我们就往右边的观景平台走，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尊雕像，它的右半边脸和左半边脸到底有没有区别。因为右边的观景平台比左边还要矮10米啊，因为高度角度不一样，所以你们看它的感觉也会不一样的。高四老哥啊，上午好啊！这里就是右边的观景平台。这里比对面要矮10米的样子。1927年的时候呢，真的有1-2发炮弹打中了他的脸，基本上打中的是他的右半边脸，把他右边的眼眶给打掉了。右边脸颊上呢，这里打了一个坑，打了一个洞。这尊雕像其实它的左半边脸比右半边脸稍微要饱满一点，而这就是其中的原因。然后把他三角形的鼻子呢也给打掉了，所以当时他是面目全非。后来我们四川自贡有个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去筹集了一点钱，对他脸部呢进行了一个维修，先把他的眼眶给修好了，然后呢把他右边脸颊上这个坑这个洞给填平了。但是在他的右边脸颊上呢，这里总有一个打了补丁的地方，因为说来也挺奇怪的，每当他维护修缮好以后，就是这一坨的颜色它总是会先脱落的，所以工作人员需要重新调色往他脸上抹。我们总能在他右边脸颊上看到这个打了补丁的地方。而当年最考技术的还是维修这个三角形的鼻子啊，这个鼻子呢它其实是分成2节的，这里有一条接缝，上半段的鼻梁用小石条雕好以后，非常顺利的就粘在了他的脸上。但是下半段这凸起的三角形的鼻头呢，当时因为技术的原因，技术有限，只能用3根木头成品字形，才把他的这个鼻头给撑了起来。四川气候还是挺潮湿的，只要它连续下个2-3天的雨，比如说这2天啊，连续下了2-3天的雨，您看它的鼻头啊就会发潮，甚至再下几天的雨会发黑，就是因为它的鼻头呢是3根木头撑起来的。而这尊雕像现在身上有2个部位，一个是耳朵，一个是鼻头，是木头雕的了。经过1927年到1930年3年的脸部维修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尊雕像它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容貌。这就是1930年的乐山大佛，眉毛、眼睛、鼻子、嘴巴跟我们今天看到就差不多了，是吧？但是呢，1930年这张照片上面让我们看到他的耳朵依然是没有修好的。1914年没有耳朵，到了1930年耳朵依然是没有修好的。所以在这100多年当中呢，其实连这尊雕像的容貌它都发生过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而在这1000多年当中呢，这尊雕像的身上它也被赋予了很多民间的一些说法，其中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它闭过眼睛流过泪。这怎么可能呢？一个石头雕的雕像怎么可能闭眼睛流泪呢？让我们一起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们来看它闭眼睛，这个现象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对吧？1962年、1963年那几年呢，被称为是3年自然灾害的后期了。我们知道那几年华夏大地上非常的困难，吃不饱啊，也穿不暖，连活人都管不了了，谁还管得了去世的亲人呢？所以三江上游上面有很多老百姓把去世的亲人呢，就用草席一裹，就放在这个三江水里头，让他们顺江顺河漂走。但是我们乐山有个非常特殊的地理位置啊，叫三江汇流。这些裹着草席的，就由这3条河流从不同的方向，把它们就全部集中到了这片水面上。你们看，现在这片水面上面还停了一艘游船呢。而在1962年的时候啊，就在这片水面上面都是那些裹着草席的东西。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眼睛有没有看到哈？你们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向下看的，看到了吧？他看到了他脚底下发生的这些状况，但是他不忍心看到，于是闭上了他长达3.3米石头雕刻的眼睛。1962闭眼睛，1962闭眼睛。这个现象呢，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还发生了好几次呢。好，1976年塌了一方土，倒了3棵树。我们乐山人民发现它又出现这个现象。好，我们找个阴凉的地儿。
我们乐山人民发现它又出现这个现象。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石头雕的雕像会闭了眼睛流了泪呢？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边要跟你们说一说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我们得从它的发髻开始说。你们看它的发髻，这个质地跟我们周围山体的结构也是不一样的。这古人到底是如何来铸就这个发髻的呢？难道说当年他就和整尊雕像一起浑然一体、一气呵成而铸就的吗？还是说当年把雕凿好的发髻就这样一个一个非常简单的粘在他头部的表面呢？其实古人铸就这个发髻，他们是用了一个工艺的，这个工艺呢叫二次嵌铸法。什么叫二次嵌铸法呢？在1962年的时候，工作人员在乐山大佛右手的缝隙里边找到了3个从他头顶掉落的3个发髻。你们看，这就是3个的其中之一个。原来就是用石头把这个发髻雕成长条形的，这长度呢有78厘米左右。那么这个石头雕的发髻，它又如何来嵌入进他的头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个还原的小动画。原来他的头顶一格一格像蜂巢一样是空心的，把雕凿好的发髻就这样一个一个的嵌进了他的头部，然后还刷了2层灰浆，才把这些发髻给粘连牢固的。这个工艺呢就叫二次嵌铸法。但是1000多年前的工艺呢，其实它并不能达到一个非常精密的程度。这个二次嵌铸法铸就了发髻，却遗留下了一个小问题了。你们看，在它的发髻与发髻之间留下了很多小缝隙，并不能做到严丝合缝，而从这个缝隙里边会有水慢慢的渗透进它的头部。那么天长日久的话，如果整个头部都吸饱水分的话，那势必会造成它头部的一个垮塌呀。这古人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们看它的耳洞，这个耳洞从古代以来左右就是互相连通的，而这互相连通的耳洞，它起到的就是一个排水的功能，它可以排掉从它的发髻的缝隙里边慢慢渗透出来的水。但是1962年之前呢，这尊雕像年久失修，当时它的左耳洞和右耳洞里边长满了杂草，这个杂草呢把耳洞给堵住了，水就不能顺利的从这个耳洞里边排出来，那就只能从它的眼睛、鼻子、嘴巴往外渗了。我们来看一下刚刚那张闭眼睛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些细节。当年从他的鼻子、嘴巴流出来的这个水的痕迹特别多，有人因此还开过他的玩笑，说他像流了鼻涕、流了口水一样。而当年这个水从他的眼睛里边流出来的时候，经过一个长时间的浸泡，把他眼睛里边的黑白涂料给泡松了，从而引起他眼睛里边黑白涂料的一个脱落。你们看哦，对吧？然后呢，你看这2个眼睛它是有区别的，这个眼睛是灰色的发灰的，而旁边这个眼睛颜色还没有脱落完呢。本身他的眼睛又是细细长长的，这一定的距离、一定的角度，这视觉上的错觉，这可不就像闭上了眼睛一样吗？而1976年呢，根据乐山本地气象资料的记载，那一年雨水特别多，这个雨水从他的眼睛里边流出来的时候，一根一根的挂在了他的脸上。我们乐山人民看到以后，哎呀，不得了了，他闭眼睛了，他流泪了。所以关于这个说法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的给传开了，而且还传到了当年工作人员的耳朵里头。于是他们就来到这里呢，对他一探究竟，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1962年，当工作人员看到这尊雕像的第一眼是这个样子的，它浑身上下呢长满了杂草，身上还有很多破损的地方，而且这尊雕像1000多年以来